赵露思10部古装剧合集，播一部火一部。陈芊芊原本是一名现代的小说作家，因一场意外穿越到自己创作的剧本中，成为了三公主陈芊芊。这个角色在剧本中名声不佳，不务正业，人见人怕。为了在剧中生存下来，陈芊芊不得不处处防备韩硕，并努力改变自己在人们心中的形象。她善良可爱，古灵精怪，愿意为家人默默付出。陈芊芊最初想要撮合韩硕和楚楚，但剧情发展却完全出乎她的预料。在与韩硕的相处中，她逐渐日久生情，两人历经磨练，最终成为眷属。剧中，陈芊芊的形象经历了显著的转变，从一个名声不佳的皇女转变为一个有责任感和担当的领导者。她的故事不仅关于爱情，还涉及到成长、自我发现和接受。陈芊芊的角色展示了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，通过努力和坚持，也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和幸福。程少商因战乱从小被父母留在了祖母身边，婶婶意图将其养成废人。为了活命，少商一直在隐忍避让，等待着父母归来。他浑身是刺，不服输不认错，是一个独立、聪明且有着强烈生存欲望的女性，面对困难从不退缩。在剧中，程少商与将军凌不疑的相遇和相爱是剧情的核心。两人从最初的相互吸引到相互治愈，共同面对国家危机，成就了一段佳话。李世民与皇后长孙氏的爱女李长歌之堂妹，与李长歌、魏淑玉三人为青梅竹马。本与李长歌情同手足，后因各自立场不同走向殊途，最终为李世民与李长歌姐妹情断，后和好。因小时候落水后被魏淑玉救回，从此暗恋魏淑玉。在最后与浩都的相处中，慢慢喜欢浩都，二人最后成为结发夫妻，获得圆满爱情。秦川在剧中是一位落难的公主，原本是离国的帝姬，国破家亡后改名为秦川，化身为丫鬟阿满，内心变得坚毅，一心只想复国。阿音原是凤族中身份尊贵的凤君，天地凤染的唯一徒弟和继承者。在初次涅槃时，因古晋的无心之失而魂飞魄散。阿音在经历多次轮回后，终于魂归本体，以100岁幼体与1000岁神魂的形态重登神位。在寻找凤隐魂魄的过程中，阿音与古晋结成了主仆契约，并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情感。阿音最终与古晋生下一个孩子，虽然古晋惨死，但最终被悬疑复活。阿音与古晋的故事以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告终。她是太尉桑公的独生女儿，性格开朗、活泼，不受传统女子束缚，自幼受父亲宠爱，学习武功。她因一场赌局而决定让大燕第一公子收下自己的荷包，从而进入国子监，成为了国子监历史上第一个女弟子。在国子监中，桑琪结识了燕云之等朋友，并与之产生了深厚的情感。尽管出身显赫，桑琪却能够凭借真才实学通过国子监的考试。她的故事展现了女性自强不息的精神。东朝青州封国的西云公主，在江湖化名为白风夕，自12岁起游走于江湖，化名白风夕，足迹遍及整个东朝大陆。于江湖中结识黑风夕，结伴游于江湖，在江湖中成为与黑风夕并列的2大绝世高手。洛菲菲是来自21世纪的水逆体质少女，因一场意外穿越到了神秘的久远国度黄道国。在黄道国，洛菲菲是蛇夫座的继任星主，为这个沉寂已久的古老国度带来了久违的诙谐气氛，并且与黄道国皇帝北唐之间展开了相爱相杀的情感纠葛。春花实际上是来自未来的蕾蕾，她为了体验穿越的感觉而付费穿越到古代，变成了花府中的小姐花小蕾。蕾蕾长相甜美，性格古灵精怪，与武林盟主之子萧白有婚约，但最终爱上了上官秋月。北魏丞相马忠良的唯一女儿，容止在北魏的侧室，
他虽然外表柔弱，但实际上非常坚强。他为了爱情可以奋不顾身，甚至不惜伤害自己也要得到爱情。